出道即巅峰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是在成团的时候就开始在焦虑了，我就怪自己不够好。还有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性格无趣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综艺感也成为选择标准之一。选秀对你来说是不是不应说？选秀，陪你笑，再陪你闹，心中就你以为，像是你的手尾，不想让你掉泪。天再高，路再远，有梦一起追。从小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孩子，就我真的，然后到现在。他都是一点一点的变开朗的，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成长吧，而且我也是在有意识的，就是去改变，因为我觉得内向的性格很多时候可能会不太好，我还是想说变得比较开朗一点的。你就吃过亏，你就意思是这样？我第一次接触到选秀是在2014年，那可能参加完那个选秀之后，中间也是有去陆续的参加一些选秀，但是站上荧幕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就两档。然后到18年呢，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机会吧，就是国内首档的嘛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最终就是没有去到那个节目，就那种滋味你懂吧？就是本来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，就是很开心、很闪耀的站在那个屏幕里面，但是你没有，你只能在电脑面前吃着零食、喝着汽水，然后来看他们表演。就有时候那一段时间就会经历的那么的想，就是这么一连串下来，就是说，我是不是真的运气真的这么背啊？能让大家看到了我，谢谢。终于就是在19年的时候，去到我一直以来所期待的舞台上，终于去了。那会儿我都还很担心，我说不会就是我去到节目就可能因为什么而导致或者说不能播出啊，我都有点惶恐，都有点怕了。肯定管乐和否定管乐，你觉得比例哪个占比？我觉得各一半的一半吧。我就举个特别的一个例子，然后那个例子呢，其实那个在我心里面，其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场景，就是在一次选秀当中，就一排8个里边吧，好像有7个都进入到训练营了，好像还是6个，就我就是不在名单里那个，2个名字就是直接跳过去了。而且就是念名单的人呢，没有看过你一眼。我终于第一次意识到，就是你连笑都挂不住了，就是我强行的想把我的笑容抬起来，我真的都没有力气去抬了，就是那种嘴角都在抽搐了。可能还有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说性格无趣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综艺感也成为选择标准之一。成为有奈组合第4名的训练生，恭喜卡斯星球训练生管乐。就是有一个导演对我来说，管乐，其实我很喜欢你，给你2个建议：一呢，你成为一个能力非常优秀的人；二呢，你成为一个有趣的人。加入组合
和你们一起创造更多舞台，我可以吗？刚出道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幻想着1年半的就是整个组合的事业版图啊。但是好像有时候真的会事与愿违吧。前2个月舞台会多一点，但是到了之后呢，一点一点的在减少。他们所说的很多都说是很简单明了，就是出道即巅峰，那可能后面一直在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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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对。花儿遇到严冬，会等待盛开。国内的大环境下，idol 这个行业来说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完善，因为 idol 这个行业真的是太需要舞台了。我直面未来，无时无刻都是在竞争。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，那肯定就会被慢慢的就是埋没在大环境下人群当中。谢谢。男子射箭金牌，请优待管乐。一个人独自在剑馆默默地。我觉得这个节目也算是一个契机，因为可能今年的其实上的综艺，其实说实话屈指可数，表情非常淡定。包括我远离了舞台之后，好不容易比如说有一个综艺节目，我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看到自己，那我可能之后去练习射箭。就还是要勤加练习，那说不定明年又有黑马呢，是吧？比赛是15米的，然后它这个是18米的，这是我的镇剑神兽。最大的影响，那可能我觉得我的父母处在那样的家庭。你就必须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包括我从小的时候，就是我父母办什么事情，他都会把我拉在身边去充当他的翻译。很多时候买菜也好啊，或者是买东西也好啊，去处理一些大人之间的事情，我都要在旁边。很多时候能感受到，就是一些旁人投来的那种鄙夷的目光。或者是看热闹、看稀奇的一个目光，还有就是听到他们一些很难听的话，就可能在背地里面开着我父母的玩笑，这些是我都听在耳朵里的。就他们会觉得，就是你小孩子不懂啊。其实我比什么人都懂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了呀，只要自己强大，就没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人不可能100%做到完美嘛，是吧？就是我就是尽量让自己不出错而已啊，对吧？就不想就是说搞的就是我自己就是。多么的谨慎，我可能是出于下意识的这种东西吧。我没有任性的资本，就是你凭什么去任性呢？就管乐就是为什么这么爱笑啊？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父母吧，我也希望就是我的笑容。我每做一件事情，我会想它最好的结果跟一个最坏的结果，就是糊啊那种啊，其实无非就是这样嘛。UNITE解散，
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给我自己的定义，我觉得是意味着新生。解散之后就是你一个人了，肯定就是要有一个全新的自我。我的新专辑叫 Sintra， 我在组合期间赚的一半的积蓄投到这张专辑当中来，也是希望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我跟粉丝能彼此做彼此的 Sintra， 然后彼此慢慢的变强大，慢慢的成长，然后我们都希望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巅峰相见。就是要快乐追星啊，都会有人走啊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很正常。追别人啊，或者你不快乐了，就是我这里的大门也是随时为你敞开的呀，对吧？想一直就是努力，一直在准备着，希望那天那个机会，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准备好了。没啦。哦，对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不满意啊？身高，这是我一辈子的痛。身高不够，能力来凑，那只能真相。